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1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85.30，收盘价是188.3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8.89，最低价是在183.35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8100.47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93倍量缩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又出现了向上反转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2月1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止跌信号后的反弹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啊，它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是震荡之后出现上行。那在上方5日均线值是遇到了压力，没有站上，然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相对高的位置，那收盘价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并且呢，当日 K 线是留有下影线。那这些信息包括这样的线型，在这样的一个位置，都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上行。那唯一的不足是当日的成交量是量缩，所以啊，在接下来的一根 K 线，如果没有一个补量的继续反弹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。那能否继续反弹的标志，就是在接下来一根 K 线的收盘价要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88附近。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，或者叫继续下行，那收盘价会在183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那实际在2月14日收盘价是在188.71，出现了反弹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，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啊，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。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，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在2月1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96不变。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对于2月15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92附近，将会成为股价继续反弹的一个强压力。因为20日均线值啊，对于空头趋势，在空头趋势中，那股价出现了横盘，然后呢再出现反弹，如果收盘价能够站上20日均线值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转为多头趋势的。所以呢20日均线值是一个重要的标志，所以192将是股价反弹的一个强压力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好，那么这是在到达196之前的强压力，196如果被站上之后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41。当然200关口和缺口和各条均线值都会成为到达241之前的一个
几个压力位。好，那这个位置241之后的目标就是265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行。那股价下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是出现了反弹。那么2月13日这根 K 线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，这是前低，但是呢，我们依然不会把它设为下行的目标。那股价下行的目标依然是175。那么下行在股价到达175之前，目前有几个重要的标志，也是支撑位，一个是182，也就是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低，然后180，这两个位置将是股价在到达175之前的强支撑。好，那175被跌破之后呢，将会继续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么股价的第二个目标就是152之后就是下方的102，这是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一个说明。然后我们再给出在2月15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。之前我们给的是这个止跌信号 K 线的最低，那我们会看到在2月14日盘中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好，那么到了2月15日，我们要关注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。20日均线值呢是从191到192，我们取中线191.5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到191.5。好，对，在2月15日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位置。也就是股价如果继续反弹，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遇压而出现折返向下的。所以说，股价在盘中如果能够上行突破这个地方假如能够收盘价能够站上它，那么将预示着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表现。那么也就是在盘中股价如果能够一直在191.5上方运行我们认为是很容易收高的。对，对，那如果是在191.5下方运行呢，那我们认为股价会很容易会出现反转向下，或者说是会出现在这个地方继续横盘。对，横盘我们指的是不低于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一个收盘价。在这里这是我们所说的横盘的定义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实际上我们再补充说明，当我们这样来看这个图形的话，上方191.5，下方是压力，然后下方180这是支撑。那如果股价不选择继续突破，继续呈现量缩，很有可能会继续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我们会看到目前已经自1月26日或者1月25日以来，股价的收盘价一直是在这个大致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成本价是在193.3。我们分别是在1月29日的收盘价192和2月9日收盘价是在194，有10%，1月29日是5%。对，那这样一个15%的仓位呢，由于我们进行了2次加仓，所以这样的仓位我们是准备做多的，并不是抢反弹。那我们对，获利目标是做多，然后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一直是守180，也就是守这根红 K 的最低。那么到了2月14日，这个仓位应该是一直在持有的。
那2月14日收盘价是在188.71，收盘站上前高，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站上5日均线值，然后成交量是量缩。那出现这样的现象啊，虽然是各项指标是向上，但是有量缩，没有站上5日均线值啊。那么日后如果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涨，是很容易折返向下的，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是不可以加仓的，当然也不可以在这个地方进场。对，好，那么什么条件下才能够加仓或者说是初次建仓呢？假如这个收盘价能够站上5日均线值，或者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大的成交量，那么出现这样的 K 线，我们都是可以在技术上都是可以加仓，或者说是初次进场抢反弹的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目前的目标依然是175。当然180是它的一个对于空头下行它是一个强压力。好，那么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的20日均线值，从191到上方的比如说196、200关口，在这个区域都是空头要守的区域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志位就是20日均线值在192附近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于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1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188到190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从191到192。第三个压力位是196前高，第四个压力位是200关口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187到188之间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前一日 K 线的也就是不是前一日 K 线，就是前面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低是在182。然后第三个支撑是180，第四个支撑是175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2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8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92。然后收盘会收在191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这是我们反弹我们要给出的一个点位，我们还要给出一个点位。假如股价最高能够到达197，那么我们认为它的收盘价会收在196附近。所以我们给出的反弹是有2个点位，一个是收盘价在191，另外一个是在196。那么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8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那我们预测的第二个反弹在高位呢，如果股价能够收在196，我们认为再加上跳空的高开盘，那这个地方很容易会留下一个缺口。对，也可能会留下一个缺口，就是最低不会回踩到188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出现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能够到达上方的196，能够突破它，那么我们认为很容易会在这个地方留下缺口，然后出现一个收盘价会收在高处。好，
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，或者我们称作横盘向下，我们称为反转向下吧，因为它要跌破前低。对，好，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也很有可能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。对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91.5，下方最低会到达181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收盘会收在183附近。对，那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呢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1.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。那这样的一个反转向下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在20日均线值遇压之后，然后呢，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呢，那我们认为，空头会加大投入来迫使股价收在低处。对，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可能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1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